季老大，你知道自己还能活几年吗？你这般撩拨他，让他爱你，可知以后他会多么痛苦？皇后娘娘，您觉得把庄云舒一辈子禁锢在后宫中，除了吃，生活中没有任何其他乐趣，这样的人生，即便过1000年、10000年，又有何意义？照你这么说，你给他3、5年快乐时光，然后让他余下几十年都活在痛苦中，便是有意义的一生。哎，皇后娘娘，我也不见得就一定死得那么早的嘛。你们季家男人的命运，你能抗拒得了吗？我一直在想办法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。你这话跟我说做什么？你应该跟庄才人坦白。我跟皇后娘娘说，是想让您同意把庄交给我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你已经没几年好活，我把庄才人给你，岂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？我这里怎么就是火坑了？你要了他，享受几年快活日子，腿一蹬眼一闭，万事皆空，留下庄才人当寡妇，万一再留下2个娃，日子怎么过？皇后娘娘莫非以为我不能保证她下半子衣食无忧？有自信是好事，但与我无关。您帮我？帮不了。条件您随便提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你想带庄云舒走，可以，3个条件。说来听听。第一，你帮我保住北齐皇室几人的性命。先说说第2个条件。第2个条件，你要帮我解掉我耳朵上这对铃铛。这就有点过分了啊！我不是早就跟您说过，这对铃铛乃是九黎族的古物吗？当初从我们家那个老太太身上取下来，甚至死了2位长老，凭我一个人，怎么可能？做不到。我没办法。那就请便吧，反正我带着这铃铛也没什么不舒服的。至于你呢，恐怕就只能孤独的度过余下几年时光了。唉，真遗憾呐。皇后娘娘，您不能为难人啊！您季老大是人吗？您是传说中石泉镇杀人不眨眼、至多禁妖的恶魔头子呀！为了您心爱的女人，这点小困难算得了什么呢？唉，那你再说说第3个条件。若是难如登天，我看我还是放弃美人算了。第3个条件我还没想出来，先预留着，等我想出来再告诉你。第1个条件，帮你保护北齐皇室，这个我倒是可以答应你。很好。至于第2个条件，我若是有办法破解这对铃铛，也许我就不必死在30岁了。那就免谈了。我跟你说句实话，你这对铃铛就不离不弃铃，戴上就摘不下来的，除非其中一个人死。我要的是2个人都不用死的办法。我让糖糖传信给母亲，让母亲帮忙查找一下九黎族的古书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。好，我就信你。等过2天皇上到京，我会跟他提这件事的。至于皇上同不同意，那就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了。我都答应你这么多条件了，你也得保证把事办成啊。你答应我什么了？哼，我让你保护人，你也还没完成。我叫你取下铃铛，你也没能耐，还敢要求我必须办成。季文渊苦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有一种被坑了的感觉。季老大呀，为了心爱的女人，付出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。是啊。哇，父皇不在家。哇，浅儿是不是想父皇啦？父皇很快就回来啦，浅儿乖乖。哇，父皇，父皇！赵元景右手抱着浅儿，左手托起右耳。想父皇了没？想。亲父皇一下。啪叽，2个丫头分别在他脸庞亲了一口。愣着做什么？过来，女儿们都亲了，女儿的娘呢？怎么悄无声息就回来啦？也不提前派人说一声，我们去迎接。本就是微服出行，回来也不必大张旗鼓。江南的事情办得顺利吗？已经拿到了真正的账本，这几天看朕怎么收拾纯王。那就好，总算没有白辛苦一场。赵元景见他语气淡淡的，兴致不高，便把2个孩子放下，让乳母带出去玩。好些日子没见，你这肚子倒是能看出一点了，怎么小脸还是这般，一点也不长肉啊？是不是怀的辛苦？不辛苦。朕回来了，你也没什么笑脸。你回来，我自然高兴，只是想到北齐快被灭了，好像又不怎么能高兴得起来。黛儿，
放心，朕不会伤害北齐皇帝和萧子业。皇上，这是你的国家大义，你不必跟我解释什么。戴儿，我没有任何不满，也不能阻止你的大军，但是你真的没有必要特意避开我。难道你担心我会阻止你去攻打北齐，还是说我会跟你闹？戴儿，朕承认这次去江南并非全是为了查内务府的案子，朕也确实不知该如何对你解释。朕知道你是把萧子业当成哥哥看待的。你以为你避开我，暗地里调兵遣将，聚集100万大军这种事，真的能瞒得到我吗？你不如把我关起来，直到把北齐攻打下来，这样我就不会影响到你了。戴儿，朕不想跟你吵架。不想吵，那就别来见我。明天便是玉符大婚的日子，我已经请了舅母过来帮忙，宫里也有庄云舒和齐晓他们看着，我明天就不去他那里了。戴儿，皇上，我有点累，想睡一会儿。好吧，你好好歇着，晚一点朕再去看你。稳当着点，别晃得娘娘头晕。太监忙应下，小心翼翼抬起步辇。他正迷糊，忽然就觉得身子一歪，然后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掉落下去。娘娘，老孟，皇后如何？回皇上，娘娘从那么高的步辇摔下来，实在是摔得有些重，龙胎只怕是保不住了。徐虎，去查，宁可错杀1000，不许放过一个。若是查不出是谁动的手脚，就把今儿到过后宫的人全都给杀了。小皇叔，这是薛氏做的事情，朕不会迁怒于你，但你若是要护着薛氏，可别怪朕不顾念咱们之间的叔侄情分。臣只是想知道真相。巧得很，朕也想知道。皇上，妾身真的没有害过皇后娘。天前，你亲自出过门，通过钱庄给了陶二旺5000两银子，这件事你否认吗？妾身是做过这件事。薛氏，你可知道那陶二旺的哥哥在宫里的司狱司做太监，而皇后出事，正是因为他在皇后的步辇动了手脚。这妾身真不知道啊。你为何给陶二旺钱？陈小三，把他带去内狱，让他尝尝那些刑具的滋味。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是我母亲说近来家中缺钱，要我借她一些银两。你母亲跟你要钱，为何要通过陶二旺？你大可以直接给他。母亲说这件事她不想让家里其他人知道，陶二旺是母亲身边婆子的外甥，通过陶二旺也好掩人耳目。哦，你们薛家也是胆子大了，竟敢对着皇后和龙嗣动手脚。好啊，好得很。皇上息怒了，妾身说的都是实话。母亲只是一个深宅妇人，她没有理由害皇后娘娘的，求皇上明察。你去薛家，把这件事查清楚，凡是有关联的，一个不留，全都杀了。不，皇上息怒，皇上饶命，这件事都是妾身做的，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皇上要杀就杀了我吧。薛亦如，朕要你亲眼看着，因为你的错，你家里的所有人，你的九族，在你面前一个一个被杀。母后，你不要再睡了，你睁眼看一看药啊，妹妹们好想你，燕儿也想你啊！母后，求呀母后，母后，你睁眼呀，看看晴儿，晴儿呀母后。晴儿也跟着哭，一屋子的哭声。这好好的孩子哭成这样，哀家听着心都揪起来。皇帝，你也就看着孩子们哭啊。皇祖母，他们哭一哭又不会哭坏，朕只是想让他们把皇后唤醒。我要母后，你怎么当爹的？
还不快哄哄？要么叫人把孩子们带走，别叫他们看着皇后。不行。老孟说只是小产的话本不是大问题，但如果他自己不肯醒，那就很危险。哀家要把燕儿带走，孩子没了，哀家也不好受，但你们也不能折腾孩子。燕儿不肯走，哭喊着要娘亲。皇兄不走，不走，皇兄不走，不走。你们也太吵了。戴儿，大人醒了吗？你睁眼看看朕呢，你看看朕。赵延清，孩子没了。朕知道，你别伤心，孩子以后还会有的，只要你没事。怪我没有保护好孩子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朕没有保护好你。母后，你不要燕儿和妹妹了吗？我只是很累很困，所以赖了一会儿床。燕儿乖，你带着妹妹去玩。母后，哪里痛痛？家给呼就不痛痛了。有浅儿和幼儿在，母后哪里也不痛，母后只是有些困，睡醒就好了。皇后，你醒了就好，这段时间你安心调养身子，这几个孩子都先到慈安宫住着，反正哀家那里大得很，让乳母、嬷嬷们都过去伺候着。只是怕打扰了太皇太后清静。哀家不要清静，到了哀家这个年纪，最怕的就是冷清，还是热热闹闹的好。等过去，眼看就要到七夕的日子。娘娘，虽说你的身子是完全恢复了，可是……但是什么？孟大人您说啊。娘娘的身子虽然完全好了，但将来想再怀孕，恐怕是有些困难。什么？怎么回事呢？娘娘这次是从高处生生摔下来的，虽然养好了身子，但生孩子这方面有些困难了。孟大人，您医术高超，就没法子给娘娘调理好吗？青衣姑娘不要着急，虽说伤了底子，但也不是真的毫无希望了。微臣回去会再想想法子，娘娘也别伤心，慢慢来。有劳孟大人，不能生就不生了。娘娘，我已经有燕儿、浅儿和幼儿3个孩子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至于那个没了的孩子，大概是与我没有缘分。如果有缘分，他还会再来的。说没有，也就罢了。孟御医回去后被皇帝召见，照例询问了皇后的身子。孟御医照实说了，完全再无法怀孕了吗？倒也不是说一丝希望也没有。皇上，微臣会尽力为娘娘调理身子，只是也得皇上有个心理准备。皇后知道吗？微臣据实跟娘娘说了。她可有伤心？娘娘看起来很平静，皇后娘娘若是个男子，必定会有大作为，这般气度胸襟，微臣从未见过。皇后为了怀孩子吃了不少苦头，若是不能再生，就不生了，不必再勉强。老孟，你也不要再让皇后喝那些又苦又难以下咽的汤药了。每次云黛怀孕，她都要战战兢兢，吃不好睡不下的担忧。如今听孟御医说云黛以后无法怀孕了，她觉得心疼，同时也松了口气。不怀孕就不会有危险了，至于皇嗣什么的，有个样儿也行了。姬文渊带了100万银票，亲自去求见赵元景，求他把庄云书赐给他。你已经得到庄云书的同意了？我已经与他约定好，我们一起回部落见过母亲，举行大婚后，他会随我一起住在石泉镇。那就恭喜你们了。戚老大，凭你的能耐，我相信你能照顾好他。但有一件事你可不能忘了。
皇后娘娘放心，我们九黎人最重视承诺，我答应娘娘的3个条件，会尽力而为。3个条件？皇上若是想知道，可以询候皇后娘娘，至于我，是要给娘娘保密的。好，齐老大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皇上，你可以下圣旨了吧？早就准备好了。赵元景在桌上翻了翻，找出一卷明黄色圣旨，扔给纪文渊。朕已经废了庄云舒的才人位分，并把他赐给你，以后他就是你的人了。多谢皇帝陛下，皇后娘娘。没什么事的话，你就去吧。那么后会有期了。纪文渊微微一鞠躬，转身离开。皇上，汤圆圆在外面求见，说有紧急军情禀报。让他进来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前线传来战报，说大周军队已经打到了北齐都城，北齐死守都城，强攻不下。杨将军打算用什么法子攻破城门啊？杨将军估算过，城内的粮食顶多够他们支撑2个月。我北齐大军驻守城外，就算是耗，也能把他们活活耗死。城内还有那么多百姓，难道也要把他们都活活饿死吗？只要他们开门投降，我军将士不会伤害他们。开城门这种事，岂是普通百姓能够做主的？百姓不能做主，北齐皇帝和太子能不能做主？如果连他们都不爱惜自己的子民，我大周又何必在意？北齐皇帝病重，萧子业重伤，他们还能撑几天？唐元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，不许隐瞒。我才不敢有所隐瞒。其实北齐太子还想办法送出来一封信，是给皇后娘娘的。汤圆圆从怀里取出一封皱巴巴的信，刘德全过来接着呈给云黛。萧子业说了什么？赵元景挥手叫汤圆圆下去。他说他的父皇快不行了，眼下是靠着姚水碧的药才勉强留着一口气。他请求我回去见北齐皇帝最后一面，满足他死伤最后一个心愿。黛儿，你想去吗？你肯让我去吗？你先别问我，先回答我的问题，你心里想去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说到底，萧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他就要死了，你去见他最后一面也是应该的。只是眼下两国战事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朕不放心你。如果我决定要去呢？朕尊重你的决定，但朕不能再陪你一起去了。我明白。黛儿，我听你姐夫说，这次打仗咱们大周就要赢了。姐，你是为了这事才来的呀？姐是担心你。黛儿，你看看你脸色不好，一定是想着这件事。即便北齐败了，也与你无关，你千万别自责。姐，北齐皇帝就快要死了。啊，是吗？姐，你说我应该去见他最后一面吗？原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啊，真是个傻丫头。既然你心里犹豫，就说明你还是想去的。我能去吗？为何不能啊？做女儿的见自己亲爹最后一面，天经地义。姐相信，若是母亲还活着，她也一定会支持你去的。你还小，不要给自己往后的几十年留下什么遗憾。可我怕。别怕，你只是去见他最后一面，看完了就回来，家里人都等着你。黛儿，你是一整晚都没睡吗？啊，都怪汤圆圆带来的消息，害我纠结了一整晚。这有什么可想的？你若是想去，去便是。如今北齐也只剩下一个都城还守着，你这一路都会很安全。既然萧衍活不了几天了，你去看一眼也好，也算是了了这件事。你就不怕我留在那里不回来了？你会吗？整个北齐都快变成大周的国土了，不管你往哪儿跑，也是在朕的手掌心。朕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何况朕可不信你会为了个即将亡国的北齐不要朕，不要你的儿子和宝贝闺女了。我这一去起码要2-3个月呢，我怕消息传出去不大好。没事，你这次小产至今也养了2个月了，接着再养2个月便是。谁还敢不许皇后娘娘养身子呀？
太皇太后那儿呢？有朕呢，朕说你病着，要静养，这段时间不去他那里请安了。孩子们呢？燕儿跟着朕读书，2个丫头嘛，让太皇太后和齐晓替你照看着。庄云舒一走，后宫也就剩下晋神和齐晓这2个人了，你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我只担心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咱们的皇帝陛下会不会趁着我不在的时候，按耐不住寂寞，再给宫里添几个美人呢？朕才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呢。你呀，自己歪，就不把别人当好人。好人？你？当初不知是谁私下与秦王谋划攻打北齐的事情，怕我阻止搅和，还特意避开我呢。朕去江南也是为了正经事。哼，是啊，你哪有不正经的事情啊？你要点脸。吃饭哪有吃你重要啊？您从哪边来呀？南边。您随我来吧。戴儿，朕知道她生你的时候难产去了，只是朕怎么也没想到，她拼命生下的孩子竟是朕的公主。这些年，你受委屈了。都过去了。孩子，你叫我一声父皇吧。你不知道，朕这辈子有多盼望一个女儿，如今朕的愿望实现了。见到你的第一面，却也是最后一面了。父皇。哎，好孩子。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只锦盒递给他。当日朕得知你的存在的时候，就立即拟了这份圣旨。朕唯有你这一个女儿，朕要封你做大齐的公主，和孝公主。父皇，我已经是周的皇后了，这次到北齐来也是微服而来，我不能公开做北齐的公主，并非我贪图大周皇后的虚荣，而是我要为几个孩子考虑。可惜朕没机会见着外孙女儿了。原本我想带2个女儿过来的，但千里迢迢，路上又不太平，她们年纪太小，实在不适合过来。傻孩子，你能来已经是朕最大的惊喜了。这个公主的封号是你应得的，这里头也赐了你封地等物。遗憾的是，父皇无能啊，没能给你守住你的封地。是的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朕给了你，至于你要不要公开，全都在于你。朕尊重你的选择。除此之外，朕还有一件事想要拜托你。您说。其实，朕还有一个儿子。除了萧子业？是的，连皇后和太子都不知道这件事。您那个儿子没在宫里？不，他在民间。那孩子比你小几岁，如今才15。说起来也是朕的错，一时意气宠幸了他。那个时候朕还没有登基，绝不能让一个青楼女子进宫为妃的。既如此，您就好好保守这个秘密吧，何必告诉我呢？万一萧子业有个什么3长2短，咱们大齐也不至于没人继承皇位呀。父皇啊，您可清醒点吧。如今您的大齐只剩下这么一个梁城，外头围着10几万大周的军队，城内已经是粮草枯竭，还能维持几天呢？朕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您真够乐观的。戴儿，你是周的皇后，就不能劝劝周皇帝吗？他要是肯听我劝，我至于偷偷摸摸进城吗？父皇，您放心，就算梁城破，周皇帝也不会杀你们的，也许到时候会把你们变成王爷也说不定。从皇帝变成王，你呀还是个孩子。戴儿，你看这秋光多美，当初朕与你母亲便是相遇在满是落叶的秋天呢。哥，你知道城外有多少人吗？大概14、15万。你有多少人？不到3万。你这叫以卵击石。但眼下也没别的法子，僵持到现在，不能再等死了。哥，妹妹，你放心，哥哥一定不会让大齐亡国的。你是大齐的公主，就是一辈子的。哥，你会不会怪我没帮你？妹妹别这么说，
我知道你的难处。说心里话，这次能千里迢迢赶回来看父皇最后一面，我心里非常的高兴，特别欣慰。好好在宫里待着，等哥的好消息。主子，您想要做什么？我要去看看。主子不可，外面真的太危险。怎么看不见他？说不定他们已经冲出去了。主子，咱们先回宫吧。抓住北齐太子了！抓住北齐太子了！哥，主子，剑上有毒，剧毒。哥，你醒醒啊，哥！妹妹，我死了以后，你不要太伤心，也不要太自责。你别胡说了。妹妹，大齐只剩下你了，对不起，我没能答应你的事，大齐终要亡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妹妹，琉璃山南松树下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那里有我给你的一些财物，不多，足够你一生无忧。以后哥不能再照顾你，你要照顾好你自己，还有你嫂子，叫她再找人嫁了吧。你自己跟嫂子说，我才不要你的钱，我自己有钱。妹妹，我完不成父皇的嘱托，守不住大齐了。哥，你放心，大齐不会亡，不会的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哥，殿下，嫂子，你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妹妹，对不起啊，我得陪着殿下，不能叫他一个人孤单的走。来了。嗯。外面冷，到帐篷里说话。你老看我做甚？看你不顺眼。什么？看你穿这身衣服不顺眼。这么久没见，一见面就挑刺。北齐谁不知道你的身份？你便是穿着大周的裙子来，也没有人说什么。你说的轻松，他们都觉得北齐是我娘家，我这个女儿必定会向着自己亲爹亲兄弟的。只可惜啊，他们还是不了解你，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帮北齐。谁说我不帮北齐？那你来见我做什么？赵叔随手丢给他一个包袱，拿着这个走。什么东西？都是远景让我带给你的。云黛打开包袱，里面都是些日常用品，还有一大包零嘴和糕点。北齐的糕点就是不如咱们大周的精致好吃。既然不习惯那边的食物，又何必耽搁？不如早点回去。我走了，这边怎么办？仗不打了？这场仗肯定是要打的，但不是跟北齐打，而是跟姬文渊打。唉，说到这事儿，当初王爷你为什么不率兵来，让那个杨泽老混账来？他竟然把萧子业挂在城墙上，让弩箭手射，还在箭上放了毒，简直下贱恶毒至极。对于萧子业的死，我没有料到，远景听说之后也是震怒。他一直给杨泽的命令都是保全北齐皇室的性命，这完全是杨泽的擅自做主。你要相信远景。我知道，因为这件事你对我们很不满，所以才留下帮助北齐重建。远景并没有怪你。他凭什么怪我？哎，算了，不说这个。你要跟金文渊打仗，就尽管去打，我不会再让北齐兵加入，你也别祸害北齐百姓。你觉得我是那种会祸害百姓的人？你是不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约束好你的手下们。我不会在北齐的城镇内开战，这一点你大可以放心。姬文渊带领的9黎部族杀了几万大周的将士，这场仗肯定是要打的。确实该打，但你别把姬文渊杀了，他毕竟是姬堂堂的哥哥，你跟姬堂堂……本王跟姬堂堂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在战争中，本王不会因为任何人对敌人心慈手软，这是对将士的不公平。说得好，既然咱们已经达成共识，那我就回去了。你就不打算说说，你准备把北齐怎么办？你别误会，本王是替远景问你的。上次给你的信，我知道，那封信是写给姬文渊看的。如今北齐和大周之间的情报网被姬文渊截断，他一定会拿到皇上给我的信。你明白就好。其实我一开始到这里就是为了见萧衍一面，然后回去。谁知道杨泽太混账了，竟然杀了萧子业。萧子业三番几次护着我，
死之前还为我打算，我答应他不会让北齐灭亡。这么说，你要跟远景作对呢？当然不。既然这样，顾云岱，你准备怎么处理北齐和大周之间的事情？你该不是真的打算掌控北齐当女皇吧？别逗了，我只是想在保存北齐的情况下，帮赵远景完成他的心愿。你既要保全北齐，又要满足远景的愿望，你知不知道这是矛盾的？我知道，但也不算矛盾。怎么讲？王爷，你说咱们大周若是多个诸侯国怎么样？诸侯国？亏你想得出来啊！不过你这是相当于让萧子良变成藩王，他愿意吗？藩王不是王吗？北齐还是叫北齐，还是拥有独立的自主权利，对于百姓来说没有任何改变，相反他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，因为从此以后两国之间再没有战乱。这是你早就打算好的？不在了，我找到萧子良，发现他只是个目不识字的小痞子那天，我就做出这个决定了。你是说正因为萧子良无能又怯懦，所以才会满足于做一个诸侯王？是，而且他有畏惧之心，有自知之明，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不会胡乱做决定，也不会瞎指挥。如此以后在大事上，赵远景的命令他都会不打折扣的执行。就算他指挥不动北齐的那些王公贵族们，还有你在。没错，这也是我没有拒绝做摄政长公主的原因。你看着不太聪明，心思倒是不少。我看着哪里不聪明？哪里都不聪明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也该回去了。你的用心我已经尽数明白，会送信回去告知皇上，只是不知皇上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想法。他一定会同意。这么肯定？我了解他，他的想法无非是想统一两国，以后避免战乱，这不是正可以达到他的目的吗？如果你不留在北齐，帮着北齐重建皇室的话，他的目的可以更快地达到。他还答应过我不伤害萧子业的，结果呢？如果他同意我的做法，我们就合作，让北齐成为大周的诸侯国，以后归大周管辖。如果他不同意，一意孤行，要彻底毁了北齐，那我也不客气。我又不是远景，你别跟我嚷嚷。如今本王来了，你还有这样的底气说话，也是让人佩服。王爷不要轻敌，九黎部落很神秘，他们的手段也不寻常。本王心里有数，你可以走。我回来了。朕真的好想你。我知道。你想朕吗？别这样。你到底想不想朕？想。皇后，当初你去北齐是瞒着哀家的，哀家若是知道，必定不会让你去。但如今，哀家不得不说，你和皇帝的决定是正确的。太皇太后谬赞。没想到你竟是北齐公主，你真舍得把北齐送给大周吗？太皇太后明鉴。看你也累得不轻，先回去歇着吧。有什么事儿也不着急，慢慢来。3个孩子想你想的不行，你这个当娘的也真是狠心。皇祖母，皇后一路辛苦，朕先送皇后回去，还得安排北齐皇帝的事情。去吧。大妹、二妹，快过来，母后回来了。半年不见，我们浅儿、幼儿都长大了呀。母后，你不乖。母后怎么不要幼儿了？云黛的心里酸酸的，她埋首在2个孩子的脖颈间，许久没有动。母后一直坐车很累，让母后回屋歇歇，喝口水。母后，燕儿和妹妹们给你准备了许多花瓣，母后喜欢用花瓣沐浴洗手，都是燕儿和妹妹们在夏天的时候摘来的，冻在冰窖里的。真的啊？云黛弯腰亲了下燕儿。乖儿子真体贴，母后真是许久没有洗过花瓣澡了呀。燕儿长大了，母后不要总是亲燕儿的脸。燕儿长大了，那燕儿什么时候娶媳妇儿？
这得父皇和母后决定呢。天地可见，朕这半年修身养性，坚决吃素，从未开荤过。朕真的一直坚持吃素。你可知道朕什么时候最想你？什么时候？夜里，尤其是夜半醒来的时候，思念孤寂啃噬我的灵魂。当我辗转难眠，朕真恨不得御驾亲征，亲自带兵去北齐见你。御驾亲征？你可别胡闹。原想着周泽是老将，谁知戴儿，对不起，周泽私自对萧子夜动手，你是否怨恨朕？只要与你无关，我就不怪你。朕既然答应你，就绝不会伤害北齐皇室任何一人。我信你。对了，朕刚才看见那个萧子良，竟如此不像样，他是你找来的？北齐皇帝临死前把他的下落告诉我，哥哥临死前还为我着想，留给我一些钱财。他如此赤诚对我，我原想着替他守住北齐，但没想到这个萧子良不成器，别说守住江山，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。其沦落至此，与他们皇室子嗣稀少有关。戴儿，这几年你也是挺累的，咱们不想那些了，孩子以后还会有的，即便没有也没关系。孟雨怡说，我以后怕是没机会再怀孕了。没关系，咱们有燕儿，有浅儿和幼儿，这足够了。皇位就传给燕儿，不管燕儿长大以后是什么样，朕替她兜着。胡说什么啊？你还能替她兜一辈子？朕可以选一能臣辅助她。嗨，说这些还为时尚早呢。朕只是想让你安心，等过了年，朕就会下旨册封燕儿为皇太子，作为大周的储君。皇上，太早了。不早，反正皇位迟早都是他的。朕现在就定下来，也可以安前朝后宫的心。在北齐，戴儿时常与小红书见面吧？也没有，他一直驻守在城外大营中。不过打败九黎部落那天，他到北齐皇宫待了一阵子，主要是商议北齐归顺之事。戴儿紧张什么？朕不过随口一问，你不必说的这般详细。不是我紧张啊，而是你醋意太大。朕吃醋是因为在意你，朕若真的是因为吃醋而失去理智，也不会派小皇叔去北齐。如今啊，他又是手握重兵的大将军了。赵元景，你是皇帝，可不要嫉妒贤能。朕是那样的人吗？朕绝对不怀疑小皇叔的忠诚，但朕心里并不想派他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何？朕担心他受伤也会牵连到你。戴儿，朕觉得自己真幸运。怎么呢？朕庆幸是朕先遇到你。傻子。但朕还是希望小红书能有个知心人在身边，获得自己的幸福。缘分这种事很难说的。哦，对了，我想拨一笔银子给秦王，他可以拿着钱从北齐当地的百姓手中购买。如今北齐百姓也是贫苦，这样一来也算是给他们一个做工赚钱的机会。这个法子不错。昨儿朕才问过户部，秋季的税收上来后，除掉年后要用的预算，账上还有300多万两银子，先拨动100万两银子给小皇叔。100万银子还是太少，起码得300万银子才能够他们过这个冬天。10万人呢，单吃饭就得一大笔钱。那就再加50万吧。国内还有很多花钱的地方，不能一点银子都不留。想必云记商号的账面上也分一部分给秦王。半年前照着娘娘定制出的计划，我们在全国各地设置分号，一共30家，又增加了3个大工坊。最大的工坊招了300名师傅，专门制作娘娘设计的那些玻璃制品，包括窗户、杯子、碗碟等物。30家分号开业3个月，成绩斐然，已经超过了京都总号的利润。云黛看了账本上的利润总额，加起来已经有200万两白银。你的银子自己留着用。你我夫妻说什么你的我的？当初我弄这个云记商号就是为了帮朝廷赚钱，我还得让人去采购一些商药送过去，许多伤员呢缺少药材。但愿九黎部落能安生些，别再找事。短期内应该不会，
但以后很难说。好在现在姬糖糖也回去了，有他向着秦王，应该没事。姬文渊毕竟活不了几年了。九黎部落向来安生，这次是怎么了？关于这事儿，我跟母后，也就是北齐的荣太后谈过，她说有可能跟姬家男人的诅咒有关，具体她也不知道。说到这位荣太后，她没为难你？荣太后是个正直的好心人，她虽然面冷，但心热，才不会随便迁怒。这明天要跟小舅子好好聊聊。小舅子？别逗了，我从未把他当过弟弟。你当不当的，人家在血缘上也是你弟弟。别在外头了，怪冷的，跟着回屋。你总是这样。半年呢，你得慢慢的补偿回来。诏书把北齐和九黎的形势详细说给皇帝听。祝贺王爷平安凯旋。北齐之事，都是皇后娘娘的功劳。亲王殿下不必谦虚，刚才我拿到糖糖送的雪灵芝了。糖糖他人呢？怎么没跟着王爷一起回来？他大概不会再来了。为何？他受伤了，要留在部落中。糖糖受伤了，伤得严重吗？姬糖糖的左臂断了，被姬文渊砍断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姬文渊偷袭我军，打斗中，姬糖糖为了保护我，被姬文渊砍断胳膊。还有别的事，你听了可别太伤心啊。还有什么事？庄云舒没了。云舒死了？怎么回事？秦王，你说啊！还是因为姬文渊，他失手把庄云舒推下了悬崖。当时是夜晚，风雪极大，找到他的时候已经太晚了。戴儿，朕知道你与庄云舒向来和睦，但事已至此，你别过于伤心，伤了身子。是我让他跟姬文渊走的，他本应该待在这里，过着吃吃喝喝的好日子，是我的错。戴儿，你别自责呀，你没有逼他走，是他自愿跟姬文渊走的。这次他也是为了阻止姬文渊杀小红书，若不是他，只怕小红书也生死难料。姬糖糖的确是为了帮我丢掉一只手，但庄云舒过来完全是添乱，白白送了小命。如果他不来，我也不至于受伤。小王叔，您能先别说话吗？我说的是实话。姬文渊呢？死了还是残了？自从舒云庄跌落悬崖那天开始，九黎军队便全部撤离，姬文渊也离开塞北不知去向，所以短时间内九黎军队不会有什么异动。至于北齐那些作乱的藩王，有修缘在，应该能应付得来。修缘就是那个接替他的武将。糖糖的伤如何了？姬糖糖的身体已经恢复，但断了的手臂，我与他说愿意娶她，一生照顾她。他拒绝你了？是的。这是为何？姬糖糖说，我现在娶她，是因为我心怀愧疚，因为我可怜她，她不需要我的可怜，也不想因此而要挟我。诏书说道。所以她不肯见我。这姬糖糖倒是个烈性的，自尊心太强。戴儿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他会不会把云舒的死、糖糖的死，都归咎于秦王以及我们大周国的错，进而来报仇。朕会吩咐下去，让锦衣卫注意来京的人有无异常情况。他说了，他看见我手里拿着《红楼梦》第2卷呢，抓心挠肺的模样，立刻就说了：“奴才也算跟这位义王打过几次交道，还从未见过他如此急切的模样。连奴才也想看一看，那《红楼梦》是否真的这般吸引人。”自然是真的。上次我印了10套，还余下2套在书房里。你若是想看，自己去拿。谢谢娘娘。义王到底说什么了？义王殿下说，那个老道士临死之前提过，金铃是塞北九黎族传下来的东西，若是要解开，需要一种极其稀缺的药。什么药？他不清楚，只是说是一种白色的灵芝。莫非是这个？这是姬糖糖给的。难道说这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？云大把余下几卷《红楼梦》都给他。你拿着这些，定期去义王府，逼他全都说出来，这灵芝到底该怎么用？娘娘放心，等他看完了，会主动来求的。赵元和这个滑头，不用点手段，他是软硬不吃。等我彻底解开了金铃，不再需要他的时候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元和，
把老道士的话全都告诉我，否则我烧了你的《红楼梦》。小皇叔，您这是何苦呢？我本想着去跟皇嫂换最后一本结局的。你现在告诉我，我保证给你弄来。元和，我救过你，从未给你讨要过什么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告诉我。小皇叔，我告诉你，你也做不到的。说。那个老道士临死前说了，只有雪灵芝才能挽回一切。怎么说？他说，男人死，灵当除，将死之际服用雪灵芝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小皇叔，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一直不肯说了吧？不说到底有没有雪灵芝这种东西？我有。什么？小皇叔，您可不要犯傻。那铃铛对皇嫂能有什么影响？您不要为此丢了性命。原来雪灵芝是这么用的，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，简直荒唐。秦王那个傻子，该不是真的要依着赵元和的话去做吧？云黛赶紧让宝兴去把赵元景请来。小皇叔，臣见过皇上。小皇叔，你我之间就不必这般了，况且这又是你的府里。皇上怎么忽然来这里，也不提前让人来说一声？朕过来是有件要紧事跟小皇叔商议。皇上请说。是这样，皇后这几天病了，小皇叔想必知道吧？知道。她病得有些严重，孟御医说可能是痨病。朕知道小皇叔这里有一株九黎圣女送的雪灵芝，想跟小皇叔讨来，给皇后治病用。皇后那里有一株。不够。是吗？这么说，是皇后娘娘说的，她需要2朵雪灵芝治病。没错。这雪灵芝并不能救她的命，何必浪费？浪费？朕实在有些不信，这话是从小皇叔嘴里说出来的。皇后病重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，朕也愿意试一试。你竟说浪费？不行。小皇叔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，对皇后因爱生恨，宁肯看着她死，也不愿把雪灵芝给朕？我说过，雪灵芝对她无用，就没必要浪费这么好的东西了。小皇叔，你在逼朕跟你动手？元景，你的武功是我教的，你认为你能胜过我？小皇叔，你如今是真变了。朕一直记得当初小皇叔少年从军，一战成名，锦绣归来的场景，那时您是多少少年心中的向往。2年前，您为了戴尔，甘愿舍弃王位，舍弃自己的身份，哪怕被流放千里，也要助他登上后位。如今您到底是怎么了？人心易变。别人的心易变，可你是秦王，你怎么可以？皇后手中有一株雪灵芝，你可以叫她试一试，如果对她的病有用，你再来。来之前，皇后对朕说，万一小皇叔不肯给，让我想法子要来。朕说不可能，小皇叔一定会给。如今看来，还是皇后更了解小皇叔。小皇叔，你对皇后当真如此冷情吗？你可知道她现在的状况？她每天都在咳血，夜里也无法止住，每天能睡觉的时间不过1-2个时辰而已。就按我刚才说的话，让她先试试她的那朵灵芝，如果有用，这一朵我会给她。灵芝拿来了吗？没。皇上，你不知道这件事跟赵元和有关，他可能跟秦王说了一些话，而我这个病可能跟秦王有关。你的病怎么跟小皇叔有关？我听说秦王受伤了，所以牵连到我。是吗？可小皇叔看起来很好啊。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赵元和说只有秦王死了，我耳朵上的精灵才能取下来。皇上，你说秦王会不会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小皇叔会为了你自尽？赵元和说，他将死之际服下雪灵芝，也许有一线生机，所以我担心秦王会尝试。小皇叔，你知道自己在欺君吗？臣不敢。您和顾云黛之间真是心有灵犀，心心相印呢。您受伤的事情，连朕都不知道，她一个深宫中的女人倒是知道。您去翼王府见翼王，朕不知道，她也知道。朕真的很想知道，你们2个之间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在瞒着朕。她只是不想让皇上误会。朕误会什么？赵元景打量着剔透的雪灵芝，手指微微用力，灵芝碎裂开来。元景，你不想取下他的铃铛？朕当然想，但朕更不想被你们当作傻子一样欺骗戏弄。顾云黛她把朕当作什么？还有你，
诏书，你们把朕当什么？朕曾问过他，如果他先遇到小皇叔，会不会同你在一起？小皇叔想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？不想。你听着，他说这世上没有如果，听见了吗？他回答的是多么敷衍，多模棱两可。这几年来，在小皇叔与朕之间，他的选择从来都是小皇叔。远景，你想多了。顾云岱担心你，惦记你，你真当朕是个傻子吗？什么都感觉不到吗？远景，也许他的确关心我，但那无关乎男女之情。我认为你不如直接去问他。朕问什么？等着他亲口告诉朕，他心里一直都喜欢朕的皇叔。远景，你若是连问的勇气都没有，就别到我面前闹腾。看看你患得患失的样子，还像一个帝王吗？我救皇后，只因为她是皇后，因为她是受到了我的牵连，没有你想的那么多弯弯绕绕。雪灵芝已经没了，小皇叔也不必尝试了，皇后也不必心心念念地惦记着您了，多好，两全其美。远景真的不担心皇后会死？她若是死了，朕陪她一起死。混账话！你以为自己是一个人？不就是个皇位吗？这大周不还有小皇叔吗？顾云岱若是死了，朕陪着他一道走黄泉路，这皇位就让给小皇叔来做吧。这是你的生辰，好歹露出点笑脸。朕的皇后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，你叫朕笑，朕怎么那么缺心眼儿啊？谁眉来眼去的？你跟君越熙还独处一室呢，只许诸官放火，不许百姓典当。朕是男人，你是女人，你就是不许跟别的男人独处。你是男人，所以你比我高一档。你是皇帝，你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嫔妃无数。我跟别的男人说句话，就是罪大恶极了。朕是君，你是君，我是你的奴婢。哼，少拿你那三纲五常的废话跟我说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你的私有物，只是个宠物，伺候你，给你生孩子。怎么，你要推翻圣人留下的规矩？你就好好享受你的郡王权威，享受无数女人争相投怀送抱的无上享受吧。反正要不了多少年，这一切都会消失的。你怎么能想象得到一夫多妻在未来是犯法的呢？你又在胡言乱语什么？别人我管不着，但若你要其他女人，我不同意。你可知朕的身份？朕从未承诺过你只会有你一个女人。没关系，你若对不起我，我也不会客气。哦，你要怎样？皇后是打算也找个男人？我会做那么不道德的事吗？别人啦，我总不能把自己拉到与他相同的水平啊。我会让北齐与大周重新开战。你不会希望两国再燃战火吧？皇上，我给您一个建议，千万不要小瞧一个女人的决心和报复之心。如果你敢背叛我，我就叫你尝尝厉害。他发现自己不但没法生气，心底深处甚至有几分窃喜。以他的性子，能为了他挑起两国战火，这得多恨，多在意呢。哼，皇祖母，您是长辈，这几年朕对你没有不敬吧？朕供着你，处处让着你，可是您呢，好像总是不满足啊。哀家只是不想让大周毁在那个妖女手中。妖女？她到底是哪里招惹您了？你要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毁她清誉？哀家没想毁了她，哀家只是想警告她，如今你只有一个太子，众望所归，会让这孩子毫无斗志，你懂吗？燕儿很好，他是太子。燕儿是不错，但万一他有个什么意外呢？你要怎么办？元景，哀家知道，有些事哀家不该管太多，只要你能多纳妃，多生几个皇嗣，哀家保证绝不再干涉你与皇后的人和事。皇祖母，也许以前朕没有跟您说明白，那朕今天就告诉你，朕以后绝对不会再要任何嫔妃进宫，除了皇后，也绝对不会宠幸其他女人。你也不必白费心思去冤枉谋害皇后，即便皇后死了，朕也不会要其他女人。
你疯了不成？为了个女人你魔怔了，你彻底被她迷惑了。这种妖女，哀家不会饶过她，她早晚会害了你，害了大周的天下。皇祖母，您的固执朕改变不了，也懒得改变，但你也不必再说这些，朕不想听。今天您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害皇后，朕忍无可忍。无可忍？你又能如何？皇祖母当真认为如今朕还是以前无权无势的太子，对您无可奈何吗？哼，如今天气炎热，您身子弱，不如搬到竹落山庄去清静清静。元景，你要把哀家撵出宫？朕不想，但您的行为逼得朕不得不如此。哀家抚养你长大，你倒成了个白眼狼了。为了个女人，把自己的亲祖母撵出宫。竹落避暑山庄的修建耗费巨大，处处精致，绝不比宫里差。皇祖母在那里可以过清静日子，礼佛诵经都不会有人打搅。皇祖母，您在宫里看着朕与皇后不顺眼，也是天天置气，又是何必呢？哀家不去，哀家就在宫里。这可由不得您老人家。明天朕会把一切都安排好，亲自送您去山庄。王爷这么早进宫？元和回来了，我进宫去见皇上。我刚才在街上遇到他了，果然是毫发无损，令人钦佩。王爷，您带出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出息啊。他说的是赵元景和赵元和。兄弟戏强，非我所愿。您这个做叔叔的，还是得把赵元和管好。他这次命大，下回就不好说了。皇上一定会想方设法用正当理由除掉他。我又不是他们的爹，还管他们一辈子。叔父不是父吗？侄子不是子？是吗？如此说来，你也该叫我一声爹。呸！你比我大几岁，就敢做我的爹？摇车里的爷爷，拄拐棍的孙子。什么？这不是你的《红楼梦》里写的话吗？辈分这种东西，并不在年纪大小。如果你叫一声爹爹来听，本王倒是可以考虑管一管元和的事情。宝仙，你听听秦王这话，像话吗？让我叫他爹，他怎么不去问问萧衍答不答应啊？奴才也想不到，向来冷肃的秦王殿下，还能说出这些玩笑话。娘娘不必当真，秦王殿下只是逗您。没见过这样开玩笑的。走吧。他抬脚走进太和门，却见秦王又返回来。你怕什么？如果你不愿意，本王又不会逼你叫本王爹。你这是什么地方？说话能有点遮拦吗？传出去不怕丢人现眼？反正本王又不指望名声过日子。你不是去见皇上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这是牧尘从北齐让人送回来的信。给王爷的信？是，里面提到了庄云舒，我想着你应该想知道他的消息，所以带来给你看看。多谢王爷还记着，云舒他真的醒过来了。按照牧尘的说法，是的，这段时间牧尘一直跟着姬文渊并监视他，他回去后果然想方设法地救活了庄云舒。牧尘说他亲眼看见庄云舒走出房门，牧尘还说庄云舒醒来后就跟姬文渊举行了婚礼，并搬回了石泉镇。结局倒是完美。结局？据牧尘说，姬文渊的精神很不好，像是一下子虚弱了很多。他的期限还没到啊。我推测，也许救活庄云舒的过程，他也做了一定的牺牲，否则很难解释姬文渊的变化。我会让牧尘继续监视，有什么消息会及时告诉你，不必过于担心。赵叔说着，把信拿了回去，塞进袖子里，转身离开。萧思良整天唠叨要生17、8个儿子女儿的，这下可好。他倒是真敢想，皇后这还没生呢，他就惦记上这孩子了，想让这孩子过继给他做儿子。所以我说啊，他急昏了头胡闹。黛儿，你之前说如果萧子良真的不能有孩子，你就让浅儿或者幼儿过去继承王位呢？那只是玩笑话，岂能当真？朕虽然舍不得他们，但也不能看着北齐无人继承。那你就让肚子里这个过去给他吧。这就是萧子良做春秋大梦，朕的儿女每一个都珍贵，岂能让他人肖想？
朕可以让孩子去做北齐王，但不可能过继给他。亚尔和2个公主手上都没有北齐皇室血脉的赤叶印记，北齐那边是不会认同他们的。这倒也是，说来也怪，你的印记这么明显，怎么3个孩子半点痕迹也没有？我说不好，这所谓的血脉印记本就是虚无缥缈的说法，怎么遗传的也没有定论。实在不行，只能从北齐的宗室再哗啦哗啦，能不能有个沾亲带故的？反正只要他们听话，朕是不介意谁当北齐王的。你说的轻松，那么大个北齐，说选个不知根知底的做王爷，谁知道会闹出什么幺蛾子？这事儿得慎重。皇后说的有理，但萧子良还年轻，等几年再看吧。皇上，你别低估了北齐那边对世子这件事的执着，就像咱们的人盯着皇嗣一样。北齐那边若是知道北齐王爷不能有世子，必定会引起大乱子。这件事暂时瞒着吧，萧子良还年轻，朕会派人在北齐那边再寻找其他的北齐皇族血脉。若实在找不到，戴儿只剩下你了呀。我倒是不介意，但是我的年纪可比萧子良还大呢。就算他比我早死，到时我也是个7老80的老女王了。没关系，朕陪着你一起去。真能扯。反正这辈子你别想逃出朕的爪子。把你爪子拿开，莫挨我。就挨着你，就挨你。娘娘，我想跟静兰和离。怎么了？娘娘，他们要杀了彩彩，我不能再留在静家了。什么？谁要杀彩彩？连连那孩子有心急，娘娘是知道的。我知道。方喜妹担心连连，终日求神拜佛，为连连求平安。都是做娘的人都能理解她这份心。谁知前几天她不知从哪儿得知，要想治好连连的病，就要用兄弟姊妹的血。谁说用血能治心急？一个郎中。骗子？倒不是骗子，他在民间的名气还是很大的，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。但用血不大可能治好心急吧？欧阳的医术算是顶级的，如果真的有用，当初他也不至于治不好静瑶啊。我也是这么说，可是方喜妹却坚信不疑。她说为了连连，不论是什么办法，她都必须要试一试。她不能接受连连只能活到18岁。这么做对彩彩造成的伤害大吗？具体要怎么治？说是要取彩彩的心头血，7天一次，治疗7期49天就能痊愈。什么心头血？还7期49天？简直荒谬！彩彩才2岁，我怎么可能同意？别说孩子，大人也受不住这样。那你直接拒绝便是，哭成这样，你如今的性子也变软了。我拒绝了，可是彩彩的祖父母都劝我，连静兰也同意让那庸医伤害彩彩。他说那郎中的确擅长疑难杂症，也许有办法治好连连。彩彩是连连的亲姐姐，若是能救连连的命，还是应该试一试。这个静兰也是昏了头了。彩彩是皇上亲封的苍兰郡主，也是我的女儿，有我在，没人敢随意动她。娘娘，我想离开静家。你可要想清楚，这种事可没有后悔的余地。我想清楚了。说实话，嫁给他我倒没有后悔，毕竟他对我挺好的，但我不能容忍他有伤害彩彩的心。再者，他本应该是国之栋梁，却耽于后宅荒废了自己，他不应该这样。我想，我走吧，放他清静。傻话，那么多重臣为国效力，也不耽误家里3妻4妾的。静兰不一样，她的性子，娘娘也知道，她根本就不该娶什么平妻，弄到现在，这个也丢不下，那个也舍不得，为难自己。这是你们夫妻2个之间的事，我也不便说什么，你自己做主。只是我要提醒你一句，要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。我知道。只要你觉得舒适，在哪儿坐月子都行。外祖家也不是外人，离宫里也近，朕可以天天过去陪你。你没有意见？当然没有，我原还担心天气热你坐月子要烦躁发脾气，青衣他们伺候不好，去了侯府有舅母和表嫂他们陪着，应该会好些。赵元景，相比上次怀浅儿他们，
你这次表现得特别贴心哎。因为现在朕明白一个道理，你高兴了，朕才能高兴。你怀着朕的儿子呢，朕不得好好伺候你吗？把握住这个机会，赶紧做，朕无限包容，以后可就没这个机会了。这是什么话？大实话，朕以后不会叫你怀孩子了，所以你能折腾朕的机会就这一回。怀不怀孩子我都能折腾你。倒也是。不过你怎么保证我这是最后一次怀孕？朕自然有法子。刘德全，把东西抬上来。刘德全响亮地应了声，领着2个小太监小跑着过来，把一只巨大的红木镶金边的雕花箱子放下。什么东西？打开给皇后看看。满满一箱子全都是避孕套，粗略一算，起码有上千个。你要死啊！皇后娘娘觉得朕的准备还充分吗？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？我在云记定做的。从你怀孕开始，朕就叫人准备着，云记的小肚全都被朕拦截了，不许拿出去卖。好不容易才攒了这1000多个，大概够用个2-3年吧。2-3年？那不得天天都……是啊，天天都得侍寝呢。每次你怀孕，朕都要忍好久，再也不给你怀孕了。云黛想了想，忽然就觉得与面对着野狼般的赵元景相比，还是怀孕的日子更加舒坦一些。秦王还好吗？秦王一直都没醒。是吗？另外，庄云舒在狱中小产了。季文渊啊，季文渊，你恐怕至死也没想到，自己一番谋划全都落空。他回到自己卧房，拿起一本书看，想清静点，然而却不能，脑子里似乎有一颗榴莲在滚来滚去，扎得他头痛欲裂。想什么呢？头还疼吗？你从秦王府来？已经1个月了，小皇叔一直昏睡不醒，实在叫人担心。你说这会不会跟你耳朵上的铃铛有关？一定是，我这头疼大概也是与此有关。幸而当时秦王及时赶到，只让季文渊取走1只铃铛，说是都被他拿走，恐怕……朕命仵作给季文渊验尸，却始终无法找到那1个铃铛的下落。你当时确实看清了吗？我确定没有看错，他的确把铃铛吞了。这倒怪了，怎么就没了呢？若是能找到那1半铃铛，也许小皇叔能醒来，你的头疾也会好一些。我头疼。朕传御医来。没用的，皇上，我能去看一眼秦王吗？秦王一直昏睡，你去了也是无用。何况你才出月子，又头痛难忍，暂时别去了吧，等你好了再去。我怎么才能好？什么时候才能好？他猛地站起身，躺到床上，双手捂住头，蜷缩起身子。太痛了。朕要怎么做你才能好受一些？告诉朕，朕什么都愿意做。赵元景，我想见秦王。你难受的时候只想见小皇叔吗？不是你想的那种，而是我头痛是因为他引起的，我想看他一眼，想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。我太难受了，我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睡一觉了。戴尔，你觉得如何？我现在觉得不能再好了。不知道为什么待在这里面我头就不疼了。戴尔，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我在想，我那里还有1株雪灵芝，说是给秦王吃下去也许有用。赵元景立即让徐虎把姬糖糖从刑部大牢带出来。我尽力了，现在他的状况怎么说呢？也许明天就能醒来，也许1个月，也许半年，或许3-5年。什么意思？小皇叔到底是能不能醒来？我不是说了吗？现在我们能做的都做了，余下的只能看他自己有没有醒来的运气。云姐姐，秦王的状况对你也有影响吧？疼得厉害。我就知道会这样。我不明白，你哥哥为什么要吞下金铃？他是为了他的儿子，不过现在他儿子也没了，
一切都白费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帮小皇叔早日醒来。或许云姐姐可以帮他。怎么说？秦王心中深爱云姐姐这件事，我想你们应该了解。让云姐姐时常陪在他身边吧，跟他说说话，也许秦王能早点醒来。若是醒不来，也是他命该如此。就没有别的法子？如果秦王喜欢我，我当然愿意代替云姐姐。可惜，秦王心里没有我。那你留在秦王府，负责照顾秦王。我为何要留下照顾他？因为他是被姬文渊害的，而你是姬文渊的亲妹妹。我留下。朕也该回去了。赵元景看向云黛，他不知该不该让云黛与他一同回宫。我现在感觉好很多，我们先回宫。好，朕带你回宫。赵叔，我觉得你比我可怜，为什么要喜欢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？太辛苦了。咱们这位皇后娘娘可真够能忍的。什么意思？她留在小皇叔身边才能舒服，且还要照顾赵元景的心情，跟着他回宫，日夜忍受头痛折磨，这还不够能忍吗？你这个人蛮会说风凉话的。我听说这铃铛是你给云姐姐戴上的，你是大周的王爷，为什么要害你们的皇后？这算是害她吗？她也没怎么样嘛，能够被小皇叔这样的人喜欢，本就是她的福分，你觉得呢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若能被秦王搁在心底深爱，便是承受一些痛苦，也值得。你我算是知己，若没有这对铃铛，他们哪里能有这样的纠缠和羁绊？我的初衷的确是为了小皇叔，否则啊，皇后朝后宫一躲便是一辈子，小皇叔岂非永远也见不着意中人？但人家的感情是轮不到你随手插手的，总得有人管吧？凭什么非得是你？凭什么非得是你？为何不能是我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呀。既然小皇叔喜欢，我就尽力帮他把人留在他身边。如今你看，我已经做到了。你做到什么了？你只是害得他躺在床上变成个活死人，云姐姐也并不能陪在他身边。他总是要回来的，而小皇叔也总是要醒来的。你怎么能肯定秦王一定会醒来？小皇叔怎么看也不像是运气那么差的人嘛。他的运气还不够差，我都没见过比他运气还差的人。明明有帝王之才，却只能做个王爷，被亲兄弟猜忌排挤，扶持着侄子登基，到头来也没讨到什么好处。喜欢了个女人，却也不能表白，如今又被害到这般田地，活不活死不死的。我真觉得秦王被你们这帮亲人害惨了。赵元和罕见的沉默下来，他以为秦王只是病着，谁知道了才发现秦王不是病着，而是醒不来。早就说过你是个祸害，秦王原本有多好的前程，可以安安稳稳娶妻生子，为了你，他沦落到今天的下场。哀家真是后悔，当初就不该让你进宫。太皇太后伤心生气，我能理解，但您把错都归结于我，我不能认。我若是不进宫，哪里来的太子公主？恐怕到现在，赵元景连一个孩子都没有。什么？你可太高看自己了。依哀家看，若没有你魅惑后宫，皇帝也不会拒绝选秀，后宫何至于如今这般冷清？可笑您太皇太后自以为掌控后宫，却不知您的儿媳在背地里害她几乎断子绝孙。我不进宫，你们行吗？好好好，你能耐，你和皇帝的事情哀家就不说了。可你拖着秦王至今又是什么缘故？可笑，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。你看什么？太皇太后年轻的时候，想必也是个美人，想必也会有其他的倾慕者吧？你以为哀家是你这般招蜂引蝶？做皇后最要紧的便是端庄。端庄除了累死自己，我看不出有什么作用。您若是心疼自己的儿子，就别在这儿叫嚷。那是哀家的亲儿子，哀家会不心疼他？可怜的舒儿，你就一个人躺着也没人管你。没有不管他，皇上一直关心秦王，御医每隔2天就过来针灸诊治。舒儿，这样子像是病吗？找那些寻常的御医能有什么办法？
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依我看，他这根本就不是病。那是什么？是丢了魂。御医不是说秦王既没受伤也没生病吗？那他这个样子不是丢魂了？明儿哀家就请相国寺的主持大师进宫，给秦王做一场法事，给他叫叫魂，他一定会醒来的。大师，你看秦王这情况到底是怎么着？可是丢魂了。太皇太后不必过于担忧，秦王爷的情况，贫僧心里也大概有了些想法。太皇太后，不知贫僧能否单独与皇后娘娘说句话？慧远大师有什么事，但说无妨。秦王爷的确不是病，他会变成这样，纯粹是因为中了蛊虫。蛊虫？皇后娘娘不必惊慌，这铃铛对你造成不了什么伤害，主要伤害的是被植入蛊虫之人。可是我丢了一只铃铛，秦王还能醒来吗？自然是能的。若大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本宫必然感激不尽。皇后娘娘不必客气，贫僧需要一些药引，做出药饵，把秦王爷体内的蛊虫引出来。只要能解决这精灵的问题，让秦王醒来，大师尽管说便是。贫僧做的药饵需要皇后娘娘的血肉做药引呢。血也就罢了，这肉不需要很多，只取一点点。好。片刻后，外面传来一阵阵的诵经声，那是相国寺的小和尚们在外面开始做法事了。娘娘请挽起袖子。大师请吧。娘娘且稍忍受，贫僧会尽量快些。慧远手中小刀轻轻一转，旋出一块带着血的肉，这是真正的刀割剜肉。成了。大师这么说，秦王可以醒来了？他被植入蛊虫时间太久，也要慢慢恢复意识才成，但也就这几天了，让他好好静养几天，醒来就好了。不知该怎么谢大师才好。贫僧与王爷也是朋友，何况王爷曾救过贫僧一命，此番帮忙也算是还这份恩情。这么说来，以后我这铃铛与秦王便再没有关联了。应该没有，但这蛊虫在秦王体内已经许多年，是否有什么残留也不好说，但大体上是没什么关系了。我还会头疼吗？不会了，不过贫僧对娘娘的身世还是有些好奇的。啊，大师乃是方外之人，得道高僧，未免好奇心过于旺盛了些。虽过，都说出家人六根清净，贫僧虽皈依多年，偏生心中这份好奇心总是难以收敛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贫僧不是对未知事物感兴趣，今日也就无法帮助秦王和皇后娘娘了。你帮我，我很感激。至于别的事情，恕我无可奉告。是贫僧唐突了，既如此，皇后娘娘好生歇息，贫僧告退。云黛看着他走出去，轻轻吐出一口气。这慧远着实厉害，见多识广，偏又佛法高深，一眼看出他的来历与众不同。但他怎么可能承认？皇后，你这是要反了吗？这么大年纪的人了，怎么就不懂事呢？为什么就是不肯接受属于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安然隐退不好吗？哀家不想让大周败在你的手里。胡说什么？你把皇帝支去了塞北打仗，又把秦王弄得不生不死，这前朝后宫你一手遮天了，是吧？顾云黛，你是打量着让元景留在塞北，再杀了秦王，自己做大周的女皇吗？一把年纪的人了，说的竟是荤话。皇上在前线打仗，需要吃的，需要穿的，我把家底掏空支持他。你说我想让他冻死在塞北，到底是谁想让元景死啊？你把我的运输渠道毁掉，是想让将士们冻死在塞北吗？哀家认为没有衣物，没有粮食吃，他们自然就回来了。皇帝是昏了头，听你的话去攻打什么九黎，
那么个弹丸小弟，有什么必要耗费钱财去打？哀家只想让他们赶紧回来。放屁！你懂不懂啊？你知道九黎杀了我们多少百姓？不处理他们，难道眼睁睁看着他们蚕食北齐，然后攻打大周吗？那些蛮夷之族不过是讨口吃的，就给他们几块地又如何？哼，可笑，无知！我过了，就是要警告你，你再敢碰云际商号的运输队，我对你不客气。你以为自己在跟谁说话？你这妖后！你知道你的行为让我损失多少，让前线冻死多少人吗？放肆！还不快松开太皇太后！魏景泰，臣在。你即刻去慈安宫，把本宫跟太皇太后借的钱拿来。啊？哀家什么时候说要借钱给你了？现在我说的。去慈安宫，把太皇太后这么多年的提己全都拿出来，一半补贴云际的损失，一半拿去给前线将士们用。魏锦泰眼睛贼亮，立即领着虎卫冲去慈安宫。顾云岱，你找死！你敢让人去抢哀家宫里的东西？你老人家派人去打砸我的商号，截断我的运输渠道，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呢？损失是您造成的，您不得赔偿吗？这才公平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母后怎么了？太皇太后怎么样了？你还关心太皇太后？我这个人啊，从来都是尊老爱幼的。尊到把她气到昏倒？这事儿，王爷，您得听我解释。大概的事情，刚才我已经从齐嬷嬷那里了解了。太皇太后做的事情确实不对，你发怒很对，但揪着她的领子把她气死，是不是不太符合你尊老爱幼的自夸之语？王爷既然知道事情经过，就该知道，全都是他找麻烦惹事，还杀了我好几个管事姑姑，千方百计阻挠，不让我送衣物去塞北，这与赵元和叛国有什么区别？你说什么？王爷，你知道赵元和母妃的来历吗？元和的母妃好像是先帝从外面捡回来的孤女，人家是九黎族的女子。云岱指了指自己的耳朵，这东西就是赵元和母妃留给他的，什么盗土之类的都是他搞的鬼，就是为了给你体内植入蛊虫。蛊虫？看来我睡了很久，有许多事情都需要知道。1年零4个月，王爷如果不着急的话，我可以从头讲给你听。讲吧。孟御医正在给太皇太后扎针，约莫还有一阵子。云岱便开始讲，从他昏迷开始，到姬文渊暴尸3日，关押姬堂堂和庄云舒，庄云舒小产，再到九黎报复，坑杀百姓，赵元和通敌出卖，最后是皇帝御驾亲征，一路往北推进，把九黎军队打回九黎。对了，我收到皇上的信，他在信里说赵元和在九黎部落治好了眼睛。赵元和临死前说，为了这双眼睛能看这世间一眼，他做的一切都值得。本王虽然救了他，但从未好好教养他。你又不是他爹。本王记得你说过，叔父也是父，你不是还要叫本王爹的吗？不过你还有一件事没有跟本王说。什么事？你生了个什么？哦，是赵君红。不错。那天要多谢王爷，若不是王爷及时赶到，恐怕我没法平安生下小二。我一直觉得好奇，王爷为什么会及时赶到？感觉。他看了眼他的耳朵，云岱明白了，这耳环虽说麻烦，但有时候也有点用处。本王现在好像感觉不到铃铛的存在了。这才对，慧远大师帮忙把你的体内蛊虫取出来了，这铃铛也就无用了。王爷可以放心了，以后不会再受我影响。你以为本王嫌你麻烦？老孟，怎么回事？王爷恕罪，老臣已经尽力了。太皇太后怕是不行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太皇太后年纪大了，这2年身子也是不大好，多病多灾的。说句不敬的话，原也撑不了多久了。这次受了点刺激，就没能挺过去。母后，舒儿，你醒了。哀家就说慧远大师是可以的，都是皇后不像样，
诚心不让你好。若早些请大师来，你何至于吃这般苦头？儿臣让母后担心了。做娘的一辈子惦记着儿孙。舒儿啊，母后快不行了，你千万记着，把顾云黛那个女人撵出宫去，远景是不中用的，被她蛊了心智。你不能跟她一样糊涂，由着那女人乱折腾。母后，皇后挺好的，您别说这么多话，好好歇着。哀家还得叮嘱你几句，你呀，早点娶妻生子，别再惦记那个坏女人了，不然老了太孤单了。也不知道远景何时回来。远景很快就回来了，您把身子养好是最要紧的。燕儿啊，哀家最舍不得你，你这孩子可要好好的。等你父皇回来，告诉他，哀家这就走了。元德5年的冬天，太皇太后没能熬到过年，薨逝了。太皇太后薨了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腊月29，因粮草运输渠道被摧毁好几次，粮草和信一直送不过来，所以咱们这边才得到信儿。是谁敢这么做？是太皇太后自己。啊？一言难尽。太皇太后从避暑山庄回宫了，与皇后娘娘很是闹了一番。具体的我知道的也不多，只能回去后才知道。皇祖母，远景来看您了。朕已经打败九黎部落，收服九黎族人。从今往后，大周一统北齐，九黎成为天下最强盛的帝国。以此告慰皇祖母，安息吧。信你看过了吗？怎么还在担心朕怪你？不管怎么说，太皇太后的死我有责任，我得向你坦白这一点。如果时光往回流，你明知道这个后果，还会那么做吗？如果会，但是我会选择温和一些的办法。这段时间的事情朕全都知道了，是皇祖母先做错了，她几乎害了数十万将士们。她去世，朕虽然伤心，但朕也知道这完全是她自己种下的因，才导致了这个果。你不要把责任朝自己身上揽。赵元景，你黑了，也瘦了，受过伤吗？有过1、2次。到底1次还是2次？伤在哪儿了？你想知道？回宫后朕让你仔仔细细看个清楚。你想朕吗？当然想。有多想？朕想你，尤其是每一个夜晚，想到这里都难受。我想你的时候就会抚琴，然后我自己谱了曲子专门给你的，回去弹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本应该是件令人感动的事情，赵元景却表情微僵。朕突然想起来还有件要紧事，不如改日再谈。皇上，我怎么觉得每次我说到弹琴你就很害怕呢？你是不是嫌弃我弹得难听啊？不，朕真的有要紧事。你有什么要紧事是比我还要紧的？说来听听。朕得去见一见小皇叔。小皇叔醒了，朕还没见过他呢。怎么还哭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朕没事儿，只是咳嗽罢了。怎么变得这样严重了？难道平时你都是瞒着我不成？朕也不是要瞒你，朕知道你这女人心事多，与你说了免不了要胡思乱想。你我夫妻一体，有什么事我希望是第一个知道的，无论什么结果，我想与你一起承受。倒也没你说的这般严重，只是朕一直觉得就是老毛病罢了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，何必还要你天天惦记，吃不好睡不好的。若哪一天朕真的不行了，绝不会瞒你。你又在胡说什么啊？自己病了这么久，说话也不知忌讳些。你若不行了，叫孩子们怎么办？是朕说错话了，好蛋儿，别气了。放心吧，朕不会叫你变成寡妇的。我叫人去寻御医来。蛋儿，别说了，今天你说的话我都不喜欢听，明天你再跟我说话。欧阳和老孟轮流诊脉。皇上的咳疾的确是在加重。你别说话。赵元景呆了呆，默默闭上嘴。2个御医也吓一跳，但不敢吭声。
就没有办法改善吗？老臣尽力。欧阳，你怎么看？臣的诊治结果与孟大人一样，但臣还是坚持之前的意见。皇上这病不应该只是在塞北的那些外伤引起的，一定还有别的缘故。若找不到病因，便很难医治。是否因为中毒？这臣也曾有所怀疑，但这么久以来，臣多次诊治，也确实诊断不出皇上有任何中毒的迹象。你去一趟花园，把冷姑娘请来。我跟你们出来说话，是想听一句准的，不是不痛不痒的敷衍。欧阳，你说，皇上这病到底严重到了什么地步？本宫要听真话，明白吗？臣不敢有所隐瞒。实话说，皇上幼年时期遭受的伤害影响是很大的。孩童时期五脏六腑都没有长完全，与大人是不一样的。你是说，原本皇上的身体是。依臣的判断，即便没有这次旧疾复发，恐怕皇上也天年不遂。把这信送去顾家，给顾承安看看。你再着一个人去趟侯府，告诉外祖父，说敏敏还活着。宝兴心中微惊，从开始查明氏的下落，持续了1-2年时间，辗转多地，终于得到确切的消息了。原来这些年，姑母一直住在君山的一间道观里，曾用法号为清溪，如今为青山居士。可是北齐的清溪大师早就过世了。信里说，那只是清溪大师为了清静宣扬出去罢了。其实他一直在君山的青山道观静修。既然一直活着，为何不肯回来呢？为什么要抛下3个孩子？君家公子在信里说，他愿意送姑母回来，但姑母并不愿意。这个孽障，难道他是想让我这把老骨头亲自去君山接他回来？青山居士如此仙风道骨，区区在这小小的青山观中，实在过于委屈了。你跟我回去一趟，就2个人，价钱你随便开，只要我出得起。无论修庙还是住金身，只要您开口，我就办得到。你什么意思？距离京都50里有一座山，叫瑶光山，那里风景秀美幽静，里面甚至还有多处温泉，比这青山强出100倍。青山这么个光秃秃的小破山头，根本就配不上您这样的仙人之姿啊。据我所知，那山上已经有了一座寺庙。我可以让和尚搬家。凭你？我好歹也是大周的皇后，这件事虽说难，也不能半点可能都没有吧。若我信了你的鬼话，去了京都，你却办不到这件事，又怎么说？万一我不能把瑶光山给您弄来，我就赔您银子，一笔足以盖一座又大又华丽的道观的银子。你知道那需要多少银子？是你张张嘴就拿得出来的吗？500万两银子够不够？你如今拿什么保证？一句空口无凭的承诺。我写个欠条给您，如果我做不到，在瑶光给您盖一座道观，也拿不出500万两银子，那整个云气商号就是您的。云气商号是什么规模，您大概有点了解吧？3天后4时，君山城门口见。敏敏来到老侯爷床前，看着床上苍老衰弱的老人，语气竟好许多。老人家。什么老人家？那是你亲爹，不认自己儿子女儿，连亲爹也不认了。敏敏啊，你怎么老了呢？我都50多了，能不老吗？哎，是啊，戴儿都26了，你也走了26年了。戴儿呢？你可看着他了？刚才我给老爷子看过了，他顶多还有3个月时间。让人按照这张方子抓药，给老爷子1天3次服下。虽说不能治好他，但可以让他这段时间过得舒服些。奇怪，怎么样？还好，若没有我的话，还有3、5年好活。有我给医治，再活10年没问题。赵元景才31岁啊，
即便再活10年，也不过才40出头，为什么没法根治？皇上已经咳嗽很久了，到底是什么病？准确来说，不是病，是中毒。中什么毒？至少是数十种毒虫粉、毒药掺在一起，在同一时间中的。我没法分清楚具体是哪一些，但有几样我分辨得出来，是九黎部族惯常用的毒。九黎？你在塞北打仗半年，除了受伤，还中过毒吗？好像是有一次。你回来为什么不及时说呢？戴尔，你别急，这对比之前已经是很好的消息，对吗？我想要你完全痊愈，不是多活几年而已。如果在刚刚中毒的时候就找到我，也许还有点希望。据我查探，皇帝这个身体状况从小就受到过严重损伤，若没有名医诊治，怕是早就。再加上九黎族那些毒虫毒蜂的伤害，身体的底子已经很差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伤害都在消减他的寿命。为他延长5年寿命，除了我，普天之下再无人能做到。瞧你这小脸煞白煞白的，就吓成这样，出去这么久，有没有想朕笑一个给朕瞧瞧？我难受。朕知道，但你想一想啊，之前欧阳说我只能活5年，现在又延长了5年啊，这是多么好的消息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你知道去君山之前我是抱着什么样的期待吗？我想的是把他找回来，把你彻底治好啊，让你能够和正常人一样活到70岁80岁，而不是什么狗屁的5年10年。戴尔，你只是一时接受不了这个落差，但你仔细想想，这对咱们来说还是好的，我能多陪你5年了呀。你别哭别哭。之前我从侯府回来，外祖父也不行了，敏敏说他已经油尽灯枯，如今不过是在熬日子。侯爷见到了女儿，你替他完成了心愿。外祖父和你都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我不想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出事，哪怕只有一丝丝的希望，我也要努力去试一试。儿别怕，外祖父以后即便走了，也会在天上看着你，保佑着你。还有你，我还有10年呢，10年是很长很长时间了。胡说，10年很短，燕儿都12岁了，我却觉得才没有过去多久。原先欧阳说只有5年，现在敏敏来了，已经延长到10年。若再来几个名医，朕不就可以再活好几10年了吗？你以为名医是雨后青蛙啊，遍地都是呢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吗？况且咱们之前不是都说好了吗？即便只有1年时间，也要好好度过，不许哭哭啼啼的掉眼泪。怪我这段时间抱的希望太大，以为把敏敏带回来，这一切都迎刃而解了。哎，别哭了好吗？看见你哭，朕心里真难受。你说过你不会留我一个人的。若朕食言，你就打朕一顿出气。那有什么用？10年还有很久呢，瞧你哭的好像朕明儿就不行了似的。从今天起，你不要离开朕身边半步，咱们时时在一起。母后，儿臣想求您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儿臣能先和彩彩把亲事定下来吗？过来坐着。好端端的，为何忽然提起这件事了？儿臣知道母后喜欢彩彩。母后是喜欢彩彩，也愿意让她做儿媳妇儿，但前提是你自己也喜欢。这件事不着急的，你还小，彩彩更小呢。儿臣明白母后的顾虑，但儿臣是真心想跟彩彩定亲。你总该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啊！你是太子，大周的储君，未来的皇帝，定亲不是一件小事，不能凭你一句话就行的。彩彩的爹娘和离，爹爹又娶了一门新夫人，加上上次孙家聘礼那件事儿，儿臣看着彩彩实在可怜。儿臣想，若儿臣先与彩彩定下婚事，晋家不敢再打他的主意，他也不会被人嘲笑，日子也好过些。哦，原来是为了这些缘故。你是个好孩子，这件事
母后会跟你父皇好好商量商量，再征求红豆和彩彩的意思。多谢母后。燕儿跟我说，想现在就跟彩彩把亲事定下来。上回侍寝宫女的事情，他还反对呢，说自己还小，怎么又提起定亲之事了？燕儿也是心疼彩彩，看着那孩子可怜，静兰再娶了，他简直成了没爹的孩子。再加上上回静兰要把他给了孙家事情，也把他吓得够呛。倒也不是不行，燕儿是太子，亲事早些定下也好。我也是这么想，所以来跟你商量商量，但还得问问红豆和彩彩的意思，总不能强迫人家。那就问问看吧，若愿意也可以先定下，过几年再迎娶。彩彩，你愿意嫁给太子哥哥吗？彩彩喜欢太子哥哥，但不知道应不应该嫁给他。彩彩也不知道太子哥哥是否愿意。若太子哥哥不愿意，彩彩也不愿意。娘娘，太子殿下虽然孝敬您，但您万不可因此就难为太子殿下。彩彩能做郡主，已经是天大的福分，不敢再奢求更多。其实这也不是我提出来的，是燕儿主动提的。她让我跟你们提这件事，愿意现在就与彩彩定下亲事，等过几年彩彩大了再正经迎娶。彩彩还小呢，就容貌惊人，再长几年还得了？你也不想想，除了宫里还有什么地方能护得住她？彩彩，你跟娘亲说，你可愿意嫁给太子殿下？我也不知道想不想，但若是嫁给太子哥哥，以后便能留在宫里，留在母后身边，那彩彩是愿意的，总好过将来去了陌生之处。好孩子，不枉母后疼你一场，以后做母后的儿媳，母后自然更疼你啦。小皇叔，若朕走了，你会继续守护大周江山，辅佐太子登基吗？元景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说请来青山居士治病也就好了吗？10年，这是留给朕的所有时间。10年，这怎么行？赵元景把敏敏的话说了。这件事朕不瞒着小皇叔，小皇叔当知道朕的用意。在这朝堂上，朕真正信任的除了晋兰，唯有小皇叔。虽然明示说是10年，但朕的病情的确在加快的严重起来，朕总要提前做些准备，以免……不要说了，我用好了，回去了。元景，你何至于要当着皇后的面说这些话？他总是要面对的，现在他便受不了，将来真的到了那一天该怎么办呢？何至于此？这天下奇人辈出，总有能够医治好你的。即便如明士所说，也还有10年时间，还有很久。明士说的，朕是有那么多时间，可朕……赵元景说着，又垂手猛烈咳嗽气喘，取下金子的时候，上面赫然有些血色。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几天前。叫明士看过了吗？还不曾，但朕也知道，到了这一步已经很严重。到底还有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朕不敢肯定。朕知道，小皇叔是大周的守护神，想到有你在，朕心中的确安慰许多，所以也没什么可担心的。至于戴尔，他还年轻呢，想到他要为朕守几10年寡，朕也怪不忍心的。可是若要他再嫁什么的，朕也受不了。皇上如今不必说这种话，纵然是真到了那么一天，我相信皇后娘娘会做好她该做的事。若朕不在那天，还请小皇叔照应皇后母子几个。元景，你我叔侄之间的情分，还需要说这些话吗？日子还久，你只管好生养着便是，我未必就活得比你久。小皇叔，您就当朕是在托孤吧。太子毕竟还小，皇后虽然聪慧，朝廷上有些事也还是不懂的。臣明白。